据外媒报道，中国在大漠深处建造了多个可移动的美军航母和军舰的靶标模型。那么这些靶标模型是干什么用的？意味着我们的反舰弹道导弹技术还不成熟，还是在发展新的不同类型的反舰武器系统呢？观众朋友、网友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天少。据美国海洋学院新闻网站报道，在中国中部的塔克拉玛干沙漠，中国军队建造出了美军航空母舰和其他军舰的靶标。更为神奇的是，这艘仿航空母舰的靶标下面呢还有一条轨道，从而呢证实中国正在测试新的超远程反舰导弹武器系统，或者呢是意味着中国反舰弹道导弹还不成熟。那么他这些说法到底是对还是不对？我们先来看看他们所公布的卫星照片。从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出来呢，一共有2艘航空母舰，2艘阿利伯克级驱逐舰的靶标模型。那么航母目标本身似乎呢就是一个平坦的表面，没有舰岛、飞机和升降机以及弹射器、拦阻索等其他的细节。但是在雷达上，航母的轮廓完全可以从周边的沙漠中呢脱颖而出，被分离出来。不过，这艘航母靶标它的长度并没有真实的航母那么大，它的长度只有75米长，而且呢，这个靶标是放在一条6米宽的铁轨上，那么预示着它是可以在铁轨上运行的。运行的速度，我估计大致和航空母舰在海里跑，让舰载机起飞降落的速度差不多，每小时50公里左右。那么其他的军舰的靶标，从照片上看呢，更为复杂，有很多的立体结构，上面甚至还有很多的直立的杆子。显然，它们是用于模拟舰船的上部结构和雷达反射截面的。这些军舰现在是摆在沙漠上的，它未来有没有可能也会放在铁轨上，让某些车辆拖着跑呢？现在我们还不得而知，起码，我觉得已经在大漠深处设置了这么一条宽轨道。那么这些宽轨道完全可以拉着一些大型的靶标模型高速前行。那么是否像某些美国媒体所分析的那样，是因为中国的东风21D、东风26这些具备反舰能力的弹道导弹精度还不够，需要进一步的改进测试呢？实际上，更有可能的是，通过这么一个靶场的测试，来进一步调整我们的攻击精度，而且该设施也意味着我们还有可能在测试新型的远程反舰导弹武器系统。那么这些武器系统一般来讲，它们都具有射程远、精度高、不容易被干扰等特点。特别是未来我们还有可能发展出高超音速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这样的巡航导弹，我们也需要找到一个比较好的测试手段来验证它的打击精度，不仅仅是用于反舰弹道导弹的相应测试。那么为什么要把类似于航母的靶标放在大漠深处呢？可以讲，沙漠的地形跟大海很相像，没有太多的地标，因此你靠地形地貌来引导导弹对敌方在大海里航行的目标实施精确打击，恐怕就会存在着一些问题。因此呢，从这样的一个靶区的情况来看，我们今后试验的各种各样不同的反舰弹道导弹，很可能呢，它具有图像识别能力，或者是雷达探测能力，以及各种各样不同类型的末端导引头，可能是红外导引的、光学导引的，当然也可能是雷达导引的。那不管采用哪种导引方式，它们对目标的探测能力都需要有较高的精度。因此，尤其是对那些在移动中的目标，你要对它进行精确的探测和识别，就需要有相应的靶标来做保障。那么过去防空导弹武器系统
有靶标，空对地的导弹在攻击过程中也需要大量的试验，也需要有些靶标，比如说地面的移动车辆、坦克、装甲车等等。那么现在我们国家发展出了大量的具备远程攻击能力的反舰导弹，那么这些导弹它的射程如何、制导精度如何、抗干扰能力如何，都需要有相应的手段来进行测试和评判。因此，在大漠深处建这样的靶场还是非常有意义的。从中呢，也可以看出我们中国的反舰能力现在是越来越强，发展速度呢也越来越快。那某些域外国家要想派出海军的舰只到我们周边进行挑衅，甚至呢是武力支援台湾，那么其后果恐怕就会非常严重了。那么面对这样的威胁，他们唯一的选择就是退避三舍，后退到远洋，才能保证他自身的安全。那么这样一来呢，他们也就丧失了干涉台海问题的能力和手段了。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